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57集。这一集当中呢，就谈论到所谓的余量情节啦。小时候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呢，常常读到这一篇的时候呢，就会有对周瑜这个人有一些刻板印象。那不外乎就是他跟诸葛亮两人之间的那种明争暗斗啊。那当中就会读到说，哇，诸葛亮最后是把周瑜给气死的这样的一个名场面啊。所以周瑜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人很感情用事，很冲动。然后嫉妒心很强，而且又很好胜、小心眼这样子一些个性，所以我就很好奇啊，这个周瑜在历史上真的有像是小说里面讲到说，他真的对诸葛亮很嫉妒啦，然后很小心眼这样子的个性吗？好的，其实如果熟悉历史的同学或是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历史中的周瑜其实个性非常非常的大度。《三国志》有一段是这么形容他的：性度恢阔，大帅为得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个性啊，其实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人，然后别人就算得罪他了他也觉得没什么，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那大家其实都把周瑜当作好朋友，只有一个人跟周瑜相处的不是很好，这个人是谁呢？叫做陈普。陈普是谁呢？陈普可以说是孙家的元老，在孙坚那个时代，陈普就已经是孙坚的左右手了所以他可以说到了孙权时代，你看这时候已经过了3代嘛，孙坚、孙策、孙权，这个时候陈普哇，三朝元老啊，地位很高啊。结果在赤壁战前呢，孙权就说好，我们现在要抗曹了于是怎么样呢？我设立2个都督，蛮有趣的。我设立2个总帅，一个是周瑜，另外一个就是陈普。大概是想说，我就用陈普他本身的高威望来协助周瑜。那周瑜呢，其实才是抗曹的整个主帅，因为毕竟在当时大家很多人都是一种投降主义的情况下，就只有周瑜他很明确的表示说，我们一定要抗曹，而且抗曹我是有计划，我是有战略，我是有战术的，我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击败曹操。所以孙权当时认为说虽然你们2个地位平等但是不好意思，主帅是给周瑜的。那陈普就很不高兴啊，陈普就觉得说，我年纪比你大，我打过的仗比你打过的仗多少倍，结果现在我却只能用威望帮你去镇压那些士兵，然后真正决策的却是你周瑜，凭什么？为什么？你才30几岁而已耶，你这个咖小，大概就是这种想法吧所以呢，陈普他就常常仗着他的老资历，动不动就去欺压周瑜。比方说，哎呀，我觉得你讲的不对啊，哎呀，老夫我以前打仗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打的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太冲动啦，反正就是用一种方式不太合作。那周瑜是怎么样子相处的呢？答案是周瑜都忍了。注意周瑜虽然说跟他地位是相等的没有错，但他其实才是隐形的主帅。他如果真的说我警告你你再这样子下去我直接报告孙权把你给撤换掉，是可不可以办到的？我相信孙权是愿意支持他的。但是周瑜就说忍了，为什么？他老资历嘛，军中威望那么高嘛，抗曹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得罪陈普，难道对我周瑜有好处吗？难道对我们整个孙家政权有好处吗？所以他对我个人的凌辱，我算了，我忍了。对，这样长期相处下来，到最后陈普觉得怎么样？就觉得说，哎呀，周瑜这位年轻人非常非常有意思要是一般人的话，早就翻脸了。可是我不管怎么过分的对待他，他竟然还是能够容忍。那他不是因为个人的退缩，而是他怀抱着一个更大的目标，所以他不计较我这些东西。哇塞，相比之下，周瑜比我陈普的格局是大多少？就有一种就是承认对方的能力还有见识在自己之上。说着说着，我就很容易想到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很著名的案例，谁呢？就是廉颇跟蔺相如的将相和。就是在战国时代的赵国，赵国最强武将就是廉颇啦。那赵国有个大臣叫蔺相如，他最有名的就是携带那个和氏璧，然后去见那个秦王，在秦王的威迫之下，不但没有退缩，还把和氏璧平平安安的给带回到国内，叫完璧归赵。
完璧归赵之后呢，赵王就说：“哇，蔺相如你真的好棒哦！”就把他地位提升。好，这时候廉颇就不爽，就说：“开什么玩笑？我出生入死，为国家打了那么多仗，结果他只是过去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这么高地位，凭什么？我告诉你，以后我看到蔺相如啊，我一定要凌辱到他无地自容为止。”蔺相如这个时候权力也提升了嘛，他底下有很多门客，就觉得说谁怕谁哈。结果没想到蔺相如就跟他的门客就讲说：“你们以后看到廉颇将军的门客啊，人家对你们示威啊，你们就忍了；人家占人便宜啊，你们就让别人占便宜哦。”甚至后来蔺相如遇到廉颇的时候，就远远的遇到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来，车辆改道，我们让那个廉颇将军走，不用刻意的去遇到他。”久而久之，门客就开始讲说：“蔺相如先生，你这样子实在是太孬了吧，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跟廉颇将军抗衡呢？”然后这个时候，蔺相如就讲说：“你觉得我可以面对秦王？秦王都直接在我前面动刀动枪威胁我，我都不怕他了，难道我怕一个廉颇吗？那为什么我让着廉颇？因为秦国之所以害怕我们赵国，就是害怕我这个文官蔺相如跟武将廉颇一起互相合作，将相和嘛，对不对？这样子赵国才会强大。如果我们内部自己先冲突了，那秦国就不害怕我们啊，对国家对你我有什么好处吗？所以为了国家，我蔺相如的个人荣辱我可以忍。”此事传出去之后，廉颇就觉得说：“天哪，我还在乎这种小民小利的时候，蔺相如的眼界是整个国家，我认了，我认了。”后来廉颇主动去向蔺相如道歉，这个后来陈普也有做到。陈普就觉得说：“哇塞，周瑜的眼界在我之上啊！”他后来就告诉别人说：“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什么叫醇醪？就是非常浓烈的美酒。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跟周公瑾这个人啊，相交越久，就觉得他就好像一个美酒一样，刚入口不刺激，但是喝多了之后就觉得说，哇，那个慢慢的那个熏然上头的味道，醉就不自知了哈。就是说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不会很冲，然后呢，你越喝就越感到说，这个人他其实是非常有他自己强烈的特色的。所以我们从这个陈普将军的经历就可以知道，周瑜这个人他一点都不小气，甚至我可以告诉你哦，周瑜可以对任何人小心眼，但他唯独不会把诸葛亮放在眼里。那是因为现在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或是那种《三国志》，我说是电玩所塑造出来的世界，诸葛亮就是智者嘛，那周瑜是谁？也是智者嘛。那智者跟智者之间就怎么样？文人相亲嘛。可是历史当中的诸葛亮，他的确比较偏向文官，而且他出席的角色更像是所谓的外交官，就是当时鲁肃嘛，眼看说，曹操南征了，赶快前往荆州地区，想要找人一起联合抗曹。诸葛亮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主公刘备被打个落花流水，诸葛亮说，我们也得找人一起来抗曹啊，找谁？找孙权啊。于是后来诸葛亮他就代表着刘备来到了江东地区，来跟当时的孙权进行谈判。整个过程当中，他更像是所谓的外交官。那周瑜是谁？周瑜他更像是所谓的武将，他是带兵打仗的。你看后来赤壁之战，他是不是主帅，对不对？所以他比较不像是大家印象当中那个智者，他更像是所谓的武将，当然是所谓的智力超高的那种武将对。所以你看这两个人的身份完全不重叠啊，一个外交官，一个武将。难道今天一个国防部长就说，你那个外交部长抢我风头，这不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吗？而且你如果说，说不定人家国防部长就嫉妒人家那个外交官那个考试考得比他好啊，成绩比他棒啊，说话比他好听啊，获得比较高的知名度啊。那你说周瑜有没有被诸葛亮抢风头呢？答案是也没有。诸葛亮最有名的是什么？他的战略三分天下，隆中对嘛，对不对？你说周瑜有没有类似的战略呢？我告诉你，周瑜的战略更厉害，叫做二分天下。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趁机去攻打巴蜀地区，沿着长江分成南北，这样子我们可以抵抗曹操。他这个战略怎么样？不比诸葛亮差。如果两个人要比战略观的话，我个人认为是齐
旗鼓相当。甚至我们要讲实施层面的话，你要知道诸葛亮当时投靠的主公刘备打得流离失所的，能不能三分天下，其实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很悬啊。但周瑜不一样啊，周瑜他是有江东孙家稳定的地盘，而且赤壁战后他甚至占领了战略要道，就是南郡这个地方，他其实把当时的刘备给卡得死死的，所以周瑜他完全有机会独立领军进攻当时的益州刘璋，我自己就实施二分天下啦，我管你什么诸葛亮的三分天下。所以其实周瑜当时战略观也不比诸葛亮差。最后呢，其实周瑜跟诸葛亮甚至不是同路人，什么意思呢？诸葛亮他的构想一直都是我们应该要先跟东吴联合，为什么？因为东吴的土地已经太稳固，打不下来。我们刘备军怎么样？实力又实在太差，所以我们应该先跟东吴联合好之后，借由东吴的力量帮我们先打下了荆州，之后又再想办法去进攻益州。可问题是，我也知道说东吴是想获得荆州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尽可能怎么样跟东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免得我们益州没打下来，荆州就先丢掉了。所以诸葛亮对于东吴的态度一向是比较有弹性，也比较柔软的。周瑜可就不一样哦，周瑜是属于那种不用靠任何人啦，靠我一个人 carry 全场了我甚至不用你刘备。我们之前的节目就有讲过，周瑜是有提供过一个计策，就是说我们干脆把刘备怎么样邀请来到江东，然后盖个大房子，里面多置美女好玩的东西，让他接着奏乐接着舞，对不对实现这个真实的版本。然后刘备就被我们给这种软禁下来之后，刘备的武将关羽张飞是不是在表面上就要听从我们的指挥，甚至到最后周瑜他已经决定好说，来我已经率领2支部队，一支我周瑜亲自率领，准备进攻刘璋；另外一支由孙权的亲戚叫做孙瑜将军率领，来作为后援。总之，他已经要展开这个二分天下的计策了。所以，其实你看，诸葛亮他是比较退让的嘛，周瑜他反而是比较强势的。两个人在后来的一些相处上面，其实本来就南辕北辙，更不存在着说我们两个本来是同道中人，但是我就是嫉妒你比我优秀，所以要处处跟你比较，好像是同班同学，要赢得老师的赞美一样。没有，周瑜跟诸葛亮就是不同班的同学，他们是同校同学而已。至于谁可以获得这个全校第一，我告诉你，在周瑜的眼中就是诸葛亮，你可以闪边去。这种事情还有全校第一，除了我周瑜之外，还有谁呢？对不对？你诸葛亮要跟我竞争，有机会你再试试看啊！总之现阶段我自己一个人来就好了但很可惜的一点就是，当周瑜即将就要对益州用兵的时候，他却生病死掉了。他死掉的时候才36岁，那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吗？当然不是。其实我们之前在讲说，就是曹仁镇守荆州跟周瑜起冲突的那一集，有没有印象？周瑜其实到最后是带伤上阵，人家是武将嘛，受伤是很正常的当时战况又实在非常的焦灼，所以周瑜他是强撑着身体来进行指挥。有没有可能那个时候就落下了病根？这个其实电视剧多多少少有还原到这个部分，就是周瑜很忙碌军务有的时候还会这样这个嘴角就会流血。为什么？因为早年可能就有受过重伤，也不一定。古代医疗条件很差，我们在更之前的节目是不是有讲过赤壁之战曹操会输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军中爆发瘟疫嘛。对啊，那曹操军中会爆发瘟疫，难道东吴军中不会爆发瘟疫吗？也是啦。有没有可能周瑜他是先在战场当中有受过伤，始终带伤上阵，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又不好，可能小小的感冒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效药，叫做就怎么样一命呜呼。跟这个诸葛亮说什么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其实小时候印象看到那个《三国演义》的这一段，就觉得说诸葛亮真的很靠北就好像现在在打那个网络游戏，你都已经赢别人了，还要在赢的时候放一句话，就说你这个嫩逼之类的对，我那时候就觉得诸葛亮真的蛮靠北的。虽然说我那个时候是站在蜀汉这一方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说难怪周瑜叫做气血攻心。但是这些都是小说情节，事实上周瑜的死跟诸葛亮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OK， 故事说到这边呢，我刚刚其实有一个想法啦，因为你刚刚讲到的是在《三国志》里面的正史记录嘛，当时的孙权他是封周瑜跟陈普为左右都督嘛，对，等于是说他们两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是不管是在《三国演义》还是在这个电视剧当中，他有特别交代到说
说孙权是封周瑜为大都督嘛，是意思说他是总揽所谓的军权。那陈普啊，或是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些很有名的将领，他们都是周瑜的部下嘛，所以就有点像是说，周瑜好像总揽大权，然后他就自视高傲，很自大，为接下来他被气死的这部分做很多的铺垫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点呼应到这个小说的笔法嘛。你要这样讲的话，或许就是当时的罗贯中吧，他为了要制造出一些戏剧的冲突，他就把当初在史实当中的一部分的东西转嫁到诸葛亮身上去，或许是如此吧。那我这边还蛮想问金老师啊，那你觉得这一出的电视剧当中饰演周瑜的这个黄维德老师啊，你觉得他表现的如何？我觉得表现的不错，但很抱歉，在我心目中有一个人演周瑜演得更棒，是谁呢？就是梁朝伟，就是赤壁这部电影当中的周瑜嘛。我觉得他很多细节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而且更接近于史实。比方说周瑜一开始登场在那个电影当中，还记不记得是什么场景？是不是一个牧童他正在吹笛子，然后吹着吹着，突然有一个人就走过来，就把那个笛子拿过来之后，稍微再磕一下。这其实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是会出现的，就是你要帮你的笛子来做校准、音准的动作，的确就是去做挖洞，或是在其他地方你要去做调整，然后再挖了几下之后，就问那个牧童说：“你再吹吹看，这样子会不会更棒？”这牧童一吹就发现，声音的确更棒了。然后此时这个人登场，就是梁朝伟所饰演的周瑜，暗示着就是说周瑜这个家伙很懂音乐。然后你会看到在整部片当中，他跟金城武，也就是诸葛亮之间的对戏，两个人有到那种剑拔弩张嘛，就是说那个我讨厌你啦，或者说这个人未来是我们江东的威胁啊，然后一副机场属度一样。没有，梁朝伟跟金城武他们两人之间或许有一点点竞争的意味在里面，但是他们表面上永远都是笑笑的，他们更像是所谓的君子之争。什么意思？就是我难得生平遇到一个强者，他们不是还会互相弹琴吗？他说什么我们遇到知音嘛，就是我难得遇到一个强者，当然多多少少会想要跟他比个高低，但是咱们比高低不要失了风度。在我心目中，大概用一个东西来举例，就是打网球嘛，对不对？在我心目当中有曾经一对算是相知相行的敌友关系，就是曾经的世界球王费德勒，还有也是曾经的世界球王纳豆，他们两个人就是常常对战啊，然后有输有赢啊，可是到最后怎么样？两个人没有因此摔球来说可恶，我这次输给他了。没有啊，两个人打完之后，不管是谁输谁赢，都是非常有风度，至少会称赞对方说他是我遇过最棒的对手。那种感觉就会让网球迷会觉得说，哇，天哪，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运动家精神呐，对不对？梁朝伟的周瑜跟金城武的诸葛亮，就给我演出那种就是高手之间双方在暗地里互相比较的同时，可是又为着大局着想，然后保持着从头到尾非常非常高雅的一种风度。我超级喜欢的。所以你要说黄维德老师演的好不好呢？我觉得说其实不错。如果以还原《三国演义》来讲的话，真心觉得不赖。但是很抱歉，第一名我只能颁给梁朝伟。不过你说到影视作品当中的周瑜，我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黄渤啦。黄渤也有演周瑜哦，《月光宝盒》里面的那个周瑜你说的是那个非常闹，就是那个就是从头到尾在搞笑，然后从一开始模仿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结果突然他们就穿越到三国时代的那个。对。好啊，那个。我对那个黄渤的周瑜最大印象就是，我就想说，你的头发为什么一直要有一撮在旁边？难道你不会害怕就是遮住你的视线吗？对，所以我还认不出来那是黄渤就是了哈。但我认得诸葛亮是曾志伟，他不是还有吐槽诸葛亮说，你为什么你什么东西都用借的吗？对，那一段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当时就说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东风怎么办？然后诸葛亮就是曾志伟就说，我可以借哈，对，诸葛亮愿9出13归，高利息跟老天爷借3天东风李成。然后到之后那个时候黄渤就问说，诸葛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你跟我们家是借荆州，然后你跟我们家主公借兵，现在你又跟老天爷借东风，你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是用借的？那时候我其实也觉得超级好笑，说历史上也的确如此啊，就是刘备好像那个时候寄人篱下，什么东西资源都是拼凑别人的，他自己好像都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资源。然后接下来那个诸葛亮的反应就非常的好笑，就说你求我是不是
吃香蕉，吃香蕉，吃香蕉。对，我如果是刘备，我可能也会很想翻你，就是你有些话干嘛要讲出来？我已经很落魄了，好不好？我就是这样有点脸面的嘛，对不对？所以有点印象，但是我有的印象都只有笑掉。对于黄渤老师本身的饰演，就实在，你看我连他是黄渤都没有认得出来。那这边最后再给大家安利一个东西哦，就是我个人很喜欢光荣三国志的电玩系列。OK， 他早年的周瑜已经很强大了，但是后来他的周瑜越做越来越变态强大，甚至某方面来讲比诸葛亮还要强大也不一定。我个人很喜欢玩其中一代，里面当中呢有些武将他就用特技。诸葛亮的特技是什么？叫做神算。对智力比较低的武将施展计谋的时候必定成功，而且会暴击。那诸葛亮他本身智力100，所以等于说他只要对智力100以下的武将施展东西，他必定成功。所以诸葛亮他非常非常的强。但是有一个武将他太强了，强到必须得禁掉他，就是说你用他是犯规。这个人是谁？这人就是周瑜。周瑜他的特技是什么？叫火神。火神的特技是我自己不会被火弄到受伤。大概是因为他有赤壁放火的经验嘛，以及我使用火技的时候，我的威力是乘以2倍。那在游戏当中，你是可以搭载一些陷阱的，比方说什么火种啊、夜火球啊，那一个烧下去，有的时候一烧下去，对方5000兵就不见了。所以周瑜当时是超级变态，所以周瑜简直是最强纵火狂对，所以这边有点像是说，你看大家对周瑜的评价也开始不只局限在小说。如果在小说的话，周瑜就绝对怎么样，智力就一定会比诸葛亮还要低呀，然后什么表现都很好，但是就会是输诸葛亮一点点。可是你看现在的电玩已经开始逐渐频繁说，周瑜的能力其实很强，有的时候甚至不在诸葛亮之下。我觉得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趋势啦。好，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介绍了有关于余量情节在真实历史当中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的事情哦。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我们的解说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或是呢，你觉得有哪一个版本的周瑜你是最喜欢的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